这4.7我真是为自己的原石捏一把汗呀！3个新角色上线，2个强势的老角色复刻，感觉都很香。那该怎么办呢？就让我们用理智来盘点一下这几位角色。先说老角色，因为老角色咱们有使用体验嘛。海哥是我林克账号中为数不多的0+1角色，应该说是一个完全体。然而我居然没有练，但是我偶尔会拿海哥去打深渊，虽然没有伤害，但是海哥的挂槽很不错。拿海哥在大世界除大地的时候，每次开大我都能带入一下海哥，潇洒甩手，体验非常之良好。偶尔看到海哥的菜叶呢，也想过把海哥拉一下，但总是会忘记。那么从上面的描述中就能体现出海哥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灵命是个完全体，伤害不俗，挂草能力突出，长得好看，但是在强度方面呢又不是刚需，或者说只看强度，选择有很多。所以对于老玩家，我猜是不会主动去补一个海哥的，因为账号的强度摆在这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那么新玩家有没有必要去抽海哥呢？我觉得这要先看自己有什么角色。海哥作为一个草元素角色，它的竞争来自于草元素最亲民的体系草型9。那如果玩家没有草神，又想去玩种门，这个时间点海哥还是比较值得的，因为纳西达的复刻可能要等到半年以上。那现在抽海哥，直接海型9就很棒。那如果已经有了草型9，那就看玩家想不想要继续补强激化或者激战这个玩法，有就可以入手，没有呢就可以选择跳过。那如果没有9气人，没有行球，没有雷电将军等等这些造种子和点种子的角色，整个草元素现在是一片空白，要从零开始。那我觉得这个阶段也不用着急的去投入到草元素体系当中，毕竟纳塔就要来了嘛，还可以再等等看。接着呢是枫丹著名导演福福怎么说呢？临命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奶妈，有了奶妈以后，考虑这个奶妈的类型，比如元素类型、奶的方式，然后决定打什么体系，再看这个体系里有没有练过的角色。所以福福临命的时候，限制条件还是蛮多的，只有到了1命、2命，福福的通用性才明显高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推荐抽一个2命，但是我觉得吧，抽不抽命座呢，要这么看。如果你有一些老角色自己很喜欢，想要补强，那么抽一个2命的福福，确实就把这些老角色给抬起来了。如果你像我这样不以数值伤害为第一乐趣，命座不抽也可以。我个人觉得有限制才有组队的必要，才有组队的乐趣。那对于新玩家来说，如果你没有福福，抽一个准没错，能奶能打，蛮荒一体，能解密，能在水上行走，大世界没有启动成本，甚至没有操作成本，真的是舒适极了。接着呢，2位新角色克洛琳德和西格文。克洛琳德我觉得他是特效天花板，我感觉他这个特效和其他人都不是一个时代的，动作的设计、大招的设计都很酷炫，我觉得这一点呢有着超强的吸引力吧。而在强度方面，作为一个雷元素角色，能打激化，能打种门，又是枫丹人，强度的下限肯定是有保障的。那既然强度下限有保障，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机制有没有趣，以及自己需不需要。从前瞻公布的内容看，克洛琳德开技能进入附魔状态，然后采用3A 一冲刺的玩法，能够在场地上迅速的调整位置，有一点 AOE， 但又不算特别 AOE， 有点像胡桃的重击一样，是穿透性的伤害。那么这个角色的伤害可能就和玩家的操作会有一些关系。而作为雷 C 去和同行比较的话，比赛诺启动成本低，比雷神更灵活，且造价更低一些，比克勤的数值高一些。这么一看，好像还真的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账号里没有现武雷 C 的玩家去抽，以及像我这样一眼就相中的玩家。同时作为生命之气的角色，我觉得它未来还是有想象空间的。而西格文主要还是可爱，只看技能会感觉西格文的设计呢有一种松弛感，好像不是来战斗的。比如说蓄力之后能持续的射出小爱心，蓄力之后能丢个水球控住你，又比如开大喷喷喷，那光看这个前瞻的内容都会怀疑，他这样动作慢慢吞吞的真的能战斗吗？但是呢，我感觉这种设计，西格文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战场扛伤害的角色，输出都是交给后台角色的，因为西格文是一个利好后台战绩输出的角色嘛，比如说八重、小艾米、福福、阿贝多、千之、迪西亚，那么这些角色带上黄金剧团，获得增伤，再配合西格文的天赋，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呢？然后西格文也是生命之气的角色嘛，那么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明示了未来肯定是有生命之气体系后台战绩启动的角色了。所以我觉得当下西格文要么是冲着可爱去抽的，要么就是冲着开辟赛道去抽的，看看自己有没有后台用元素战绩打伤害的队友再决定，会比较的适合。而随着 4.7 魔女宇宙的上线，我觉得抽卡的选择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以前是谁强就抽谁，
现在我觉得玩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缺什么就补什么，毕竟伤害至少整个枫丹版本看下来是不缺的。好的，我是提瓦特弟弟，那么祝我们在4.7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我们下期再见。